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先来讲一个我国的小故事。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曾亲自命令何应钦将汪精卫的尸体从墓地中拖出来，火化之后投入长江，还在此之后炸毁了汪精卫墓，并将其改为凉亭。汪精卫在抗日战争中卖国求荣的行为，让他被永远刻在了耻辱柱上。然而在近代史中，并非所有傀儡政客都落得了遗臭万年的下场。在柬埔寨，一位在越南清检期间被扶持起来的傀儡，不仅幸运地在越南撤军后保住了性命，甚至还能成为新柬埔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人便是今天故事的主角韩桑林。在美国同越南的战争结束之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全面退潮，老挝与柬埔寨两国也都顺势建立了新政权。在柬埔寨共产党在1975年成功夺权，并在次年踢开了联合政府中的西哈努克亲王，建立了由柬埔寨共产党完全控制的红色高棉政权。而韩桑林此时正是波尔布特领导下的一位红色高棉干部。韩桑林出生于柬埔寨首都近郊的波罗缅省，此人很早就加入了柬埔寨共产党，并在红色高棉成立之前担任过武装部队师长与柬埔寨地方省委书记的重要职位。在红色高棉建立之后，韩桑林并未获得进一步的提拔，而这种不高不低的地位也为他带来了一次重大危机。红色高棉政权在夺取权力之后，对内展开了一系列极为极端的政策，他们强制迁徙城市人口，逮捕并处决不同政见者。当时间来到1978年，波尔布特等人开始将手伸向柬共内部，准备效仿斯大林，对柬共进行一次大清洗。作为柬埔寨中层的一员，韩桑林目睹了红色高棉2年来对于国民的种种暴行，因此他预料到了波尔布特等人的下一步，在听到风声的一瞬间，就决定抢在屠刀落下之前跑路。1978年，韩桑林离开柬埔寨投奔越南。在来到越南之后，他受到了当时越南领导集团的大力欢迎，并在越南的支持下拉拢柬越边境的柬埔寨人，组建了一个名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政治势力。就这样，韩桑林从红色高棉干部摇身一变，成为境外势力的棋子。但越南扶持韩桑林不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当时间来到1978年，越南其实已经做好了全面入侵柬埔寨的准备了。韩桑林在投奔越南后的转型之所以能如此顺利，根源上讲还是乘上了柬越矛盾激化的东风。柬埔寨与越南的矛盾由来已久，在高棉王国时代，越南人持续不断地向南扩张，侵吞了柬埔寨自古以来的湄公河平原地区。随着西方殖民者的离开，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历史矛盾迅速激化。在越南战争时期，北越为了控制柬埔寨，并从侧面袭击南越，长期充当着柬埔寨共产党最大的支持者。然而，在柬共夺权并建立红色高棉政权以后，越南在越南战争期间的恩情却很快被柬越两国之间的历史矛盾覆盖。自红色高棉夺权之后，柬埔寨便没有放弃过对湄公河平原的声索，但在当时国际法的框架下，湄公河平原已经是越南的合法领土。柬埔寨想恢复历史版图，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武力进攻越南。因此，在柬埔寨获得独立之后，红色高棉军队便多次在柬越边境挑起冲突。1977年3月，红色高棉袭击了距离柬埔寨最近的越南南部省份黔江省与安江省。5月，红色高棉炮击安江省省会朱笃市。次年4月，红色高棉军队又越境屠杀安江省巴柱社村民3000多人。面对柬埔寨的所作所为，越南不得不做出反应。但越南的这个反应绝非简单的打击报复，或者要个说法。即使在柬埔寨极端仇视越南的同时，越南对柬埔寨的野心也早已暴露无遗。同样是在美国与越南的战争结束以后，北越首先通过武装灭亡南越以及全民公投完成了国家统一，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计划。在越南看来，法国殖民者将越柬老三国揉成了一个名为印度支那的实体。那么越南在统一之后控制柬老两国，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77年，越南先是利用老挝对泰国的忌惮，胁迫老挝与越南建立特殊关系，从事实上控制了老挝，之后便开始策划如何控制柬埔寨。在柬埔寨越境袭击越南之后，越南并不想消除同柬埔寨之间的矛盾，反而希望通过退让引诱柬埔寨得寸进尺，最终给自己全面入侵柬埔寨制造借口。因此，越南高层一边消极处理柬越之间的矛盾，另一边则开始为越南入侵柬埔寨造势。1978年，越南先是同苏联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为自己的入侵行动找到了背后的靠山，又接纳了韩桑林并扶持他成立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在背后大哥与傀儡都集齐了之后，越南在1978年12月25号动员陆军18个师以及15个团，总计20余万人，对柬埔寨展开了全面入侵。视线的另一边，红色高棉部署在柬越边境的军队仅7万2千人，而且在超过2年的清洗之后，红色高棉军队的组织效率极其低下，自然也无力阻止越南的入侵。越南入侵后仅12天，柬埔寨首都金边陷落。当日，越南就命令韩桑林发表告柬埔寨人民书，并在次日成立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韩桑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桑林政权也宣告成立。从本质上来说，韩桑林政权就是在越南入侵柬埔寨过程当中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政权没有外交与国防的自主权，也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过联合国席位。然而，对于小国中的小国而言，丧失部分主权不全都是坏事情。在委身越南之后，韩桑林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为他赢得了在战后活命的机会。在攻下金边之后，越南军队继续向西进发，他们很快就攻下了大部分柬埔寨领土，并将之交予韩桑林统治。在获得部分权力之后，韩桑林开始在柬埔寨国内实行改革。韩桑林改革包括建立自由市场、恢复货币供应、恢复迁徙与婚姻自由、开展全民扫盲运动。虽然听起来很多，但韩桑林改革的本质其实就是推翻红色高棉时代的种种极端制度。而越南与越南背后的苏联，为了扶持韩桑林的傀儡政权，除了在柬埔寨长期驻军，实际上充当了柬埔寨国防军以外，还为柬埔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既不用为国防买单，又有大量援助的韩桑林政权，在8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经济的高速恢复期，柬埔寨的人口也有了极大的增长。在经历了红色高棉的灭绝事件之后，1979年的柬埔寨仅有605万人口，而韩桑林仅仅执政5年后，柬埔寨人口就突破1974年的高点。到80年代末，柬埔寨人口相较于韩桑林执政之初，增长幅度已超过50%。不光柬埔寨的人口大幅回复并出现增长，柬埔寨的经济水平也稳步提升。1978年，柬埔寨全国 GDP 仅7.6亿美元，到了1989年，柬埔寨的 GDP 就接近14亿美元。从本质上讲，韩桑林并没有做出哪些独创性举措，傀儡政权的本质也让韩桑林政权可以做的选择极其有限。然而，韩桑林依然在任期内政绩斐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前任红色高棉政府的各项政策所产生的短期效果，在柬埔寨内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不管换谁来，柬埔寨的明天都不会更坏。因此，韩桑林只需要推倒前面的政策，就能有好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柬埔寨人民即使清楚韩桑林政权的傀儡本质，也不去对韩桑林本人做过多的批评。韩桑林政权唯一令柬埔寨人反感的地方，其实只有接纳了太多的越南驻军。柬埔寨同越南是世仇，柬埔寨可以接受任何国家的驻军，但是唯独被越南驻军是对国家情感的侮辱。但随着越南因中国的压力不得不终止对柬埔寨的侵略，并从柬埔寨全面撤军，红色高棉因同时失去支持者与内部斗争加剧，也没有了卷土重来的可能。韩桑林的傀儡政权在柬埔寨人民的眼里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合法政权。而韩桑林本人的头脑其实也很清楚，他知道自己不管是上任还是改革都是顺势而为，因此他也没有留恋权力。早在1985年，他就在洪森出任柬埔寨总理后，向后者让渡了相当多的权力。冷战结束后，他又是实务地卸任柬埔寨人民党党主席与柬埔寨国民议会主席。随着西哈努克归国，并在柬埔寨重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深懂进退之道的韩桑林不仅没有被清算，他被西哈努克授予亲王头衔，还被柬埔寨人民党授予荣誉主席称号。如今的韩桑林年过90，但他依然是柬埔寨国会议员，并在柬埔寨内部备受尊崇。对于小国领导人而言，见风使舵才是永远的保命技能。